千万不要夜叉多肉，简直就是个坑。自从有人送了我一颗多肉后，我就不停地买盆夜叉多肉，最后发展到买营养液、买杀虫剂、买椰砖、买灯、买花架。现在我甚至还想买一个带露天大阳台的房子。下面我们言归正传，你夜叉繁殖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只出根不出芽，或者只出芽不出根，或者母叶迟迟不出根出芽，或者虽然夜叉出根出芽了，但是芽一直长不大的情况？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本期内容对新手极其友好，会给你很大的启发，特别最后说的一些情况，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花花干啥啥不行，养多肉第2名。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夜叉的7种情况，看了以后会大大提高你的成功率。其实夜叉除了要提供正常养护的水分、光照、通风、植料等等外，最重要的还是本身先天素质的问题。就好像我们所用的赤玉土一样，质量好的赤玉土能够使用的长久，而质量不好的赤玉土则容易在环境中粉化。可见一个东西的质量好坏会影响到其将来的发展，所以我们用来夜叉的叶片的质量也是能够影响到夜叉苗的质量的。因此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叶片呢？所以不要觉得叶片不重要哦，这是基本中的基本。接下来一起看看吧。1. 普货的叶片比贵货的叶片好夜叉。普货之所以是普货，就是因为其容易繁殖，生命力强，所以繁殖速度快，于是广布大江南北。用普货夜叉的成功率和速度都比贵货好而快。贵货因其娇贵而不易养殖，所以繁殖的少，物以稀为贵，所以贵而娇喽。贵货的夜叉成功率和速度都比普货差，有的贵货慢的不是一星半点，有的人等了大半年都急死了，它还是不会出芽出根的，所以普货获胜。2. 叶片厚的比叶片薄的好夜叉。厚的叶片里积聚了更多的养分，能够让自身较好的抵御外界的干扰等，并且厚叶片的养分充盈，能够提供给自身更长的生存时间来出芽出根。当然，厚的叶片还能将养分输送给新芽，能够提供更久的养分。而薄的叶片则各方面都比厚的叶片差很多，叶子薄不容易抵抗外界危害，养分不足可能难以供给自身发根发芽，即使出了芽，也很有可能因为养分不足后，叶片干枯导致小芽枯死等等。薄叶片的多肉更多是依靠砍头等极端的方式，会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厚的叶片胜。3. 没打过激素的叶片更好夜叉。使用过激素花肥的植株抵御不良环境的能力会整体下降很多，唇亡齿寒嘛，于是叶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也是柔柔弱弱的，一旦没有了激素花肥的支撑，就容易感染病菌虫害等，动不动就死给你看。但是没有使用过激素花肥的多肉植株的叶片就会有更好的生存能力，历经自然的洗礼，让叶片也知道要靠自己努力生存，所以没有使用过激素花肥的叶片胜。4. 没毛的叶片比有毛的叶片好夜叉。这个应该很多人会提及，比如熊童子这一类带毛的叶片，如果不是使用枝插的方法，基本靠叶片自己本身是很难繁殖的，当然也有个别会插出来，只不过是少部分，而往往没有毛的叶片会更为好夜叉。5. 植株中间的叶片比较好夜叉。这里做一个比喻就好理解了，老人、小孩、中青年这3类人，哪一类人的免疫力最好？有智商和常识的人一定知道是中青年，所以植株底部的叶片说简单点就是老了，各方面什么都不如中间的叶片健康强壮。而植株顶端上层的叶片由于还没长大，相比于中间的叶片来说太过柔嫩，所以也不适合做好的夜叉。所以只有植株中间的壮硕的叶片是最适合夜叉出质量较好的小苗。6. 没有病虫害的好夜叉。还是做个比喻，一个感冒发烧刚好或者残疾的年轻人和一个身体一直很健康的年轻人一起跑马拉松，你们觉得谁会跑最远？同样，你的智商和常识推理能够告诉你，当然是一直很健康的那个人，毕竟身体素质好。所以夜叉使用的叶片也是这样的道理，近期内有过病虫害、物理伤害的叶片，比如黑腐之类的掉下来的叶片，不小心被撕裂的叶片等，肯定也不如健康壮硕的叶片好了。7. 特殊的情况。
除了上面6种情况外，还有一些不好叶插的叶片，比如晒伤的、出紧的、造型不正常的、土长后那种歪七扭八之类的等等，都是可能叶插不出来，或者叶插出来不太好看的叶子。当我们选择了好的叶片，加上好的养护方法，自然能叶插出更加健康好看的小苗了。而一般的叶子叶插出来，肯定也会一般一些，不会很好看，但也不会很难看。但这些的前提是，你们得给叶子一个正常的环境来出根出芽。至于有病或者残疾的叶子，就要视情况而定了，可能叶插出来不好看，可能叶插出来会死亡，可能叶插不出来等等。所以叶插多肉的关键还是选好母叶。叶插多肉，你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欢迎指摘影片中的错误意见以及疏漏。花花制作视频不容易，觉得有用点个赞，并多多帮花花转发，这对花花很重要。感谢观看，感谢粉丝一直的喜欢和包容，我们下期见。